这节课呢，咱们来学习一下什么叫做空气晕染啊？空气晕染还有这个，它有别的名字，也叫云雾晕染。大家只要看到这个任何一位美甲师他说的是空气晕染或者云雾晕染，大家都可以参照接下来的操作方法。这两个名字是接近的，就是大家想一下，空气和云雾嘛，就是有种那种飘渺的感觉，雾起来的感觉。比如说有些款式，你比如说像这种飘在上面的感觉，它能算吗？不算。但是底下的那个底色，这个深绿和浅绿色的底色，就算是偏向于这种的感觉一些。所以说像这种的操作方法以及它的理论要点，稍微给大家去解说一下啊。来，首先来说，我们在做空气晕染要的是什么呢？要的是要有偏雾状的感觉，雾蒙蒙的感觉，要求整个款式过渡的时候要自然一点，而且做过渡的时候一定要有深浅颜色的变化。比如说一片颜色里面有深色区，周围是自然过渡开的，深色区周围自然过渡开。还有一些是什么呢？比如说我们做一些浅色系的。对吧？比如说像这个底色，对不对？那都是这种打好了底，有种透感觉，这个还稍微好一点啊。这些浅色系的都是这种感觉。比如说像这种呢，我们适合做一些通透感更强烈一点的。通透感更强烈一点的，而且它的整个打底操作用的这种方法是比较多的，大家一起来实操一下看看啊。来，它的操作技巧有，接下来我给大家总结了4个要点。第一个呢，我们多数会以偏透色胶的操作为主，然后如果说你的上色度极高，你的甲胶颜色，那么过渡的边缘可能说部分会比较通透，除非咱们做湿晕，对吧？那有的那个想要快速做出把这个晕染款式做出来的话，咱们多是以这种透色胶为主。好吧，来，大家可以去拿一个甲片，我们一块去操作啊，操作一下。在操作过程中，我这个甲片没有打任何的底，什么都没有涂，我们先去涂底胶照灯，先涂底胶照灯。用到的笔呢还是光疗笔啊，光疗笔。来，大家都可以去准备一下，也可以先暂停。好，涂完检查有没有漏胶的地方，没有问题的话，好灯。然后来照灯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先看其他3个点啊。第一个，透白色用的是量比较多的，就是很多这种透色款式，也就是云雾的感觉嘛，云雾，空气就是颜色要浅一点，所以说多数会以这种透白色也叫有的叫做乳白色啊等等的，会居多，再搭配上其他颜色。比如做晕染的时候，这个透白色可以说是使用率出现频率以及使用率是最高的，就是这个。另外，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一定要保证有深色区域，不能说整体颜色一片下来的，那就相当于直接涂个底色就好了，没必要做晕染，对不对？另外，我们操作的过程甲面一定要干净，不要有过多的这些刷痕啊，不要有过多刷痕。所以说我接下来用一支光疗笔，平头、圆头都可以，甚至说拿一支小圆头笔都能操作啊。笔在操作之前呢，同样还是先用底胶去润笔，或者说用润笔凝胶，我们先把笔给它润干净。好，润好笔之后，等待操作，放在旁边。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取一个透色胶，一般来说，透色胶本身上色度就稍微差了一点点，是不是？稍微差了一点点，所以说我们做晕染的时候，一般来说有可能需要叠加2层，这是一瓶透色胶啊，大罐的那个透粉色。来，先去取颜色。这个手法上之前大家应该都看过那些理论教程了，是不是？来，取好了这坨胶，比如说我想在哪个区域呢？比如上面啊面积大一点，下面偏那个透白，上面偏的这种粉色多一点。好了，那我把这个大面积的颜色铺到上面，粉色系铺到上面。你看，当点上去之后，它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啊。接下来来把我们的光疗笔在湿棉片上擦干净，擦干净之后可以适当的润一下笔啊，不是说沾底胶，是润笔，因为透色胶过渡是比较好过渡的。来，卡着颜色的边缘，咱直接向外去拉直线，或者说拉弧度、拉弧线、拉直线都是可以的。边缘像这些云雾感强的，可能实色边保留的要少一点点，直接平铺把它过渡开即可。过渡开之后，是不是这个颜色感觉好像上色度不高？一般来说2层，而且想要通透感，大家如果有看过之前直播课的话，会知道通透感要的一个是透色，另外一个要的是甲面要适当保留它的透明底部，对不对？保留透明底部，所以说通透感啊，我们根据想要的这个颜色来这边再稍微加一点。透色胶，说实话，你不做湿晕，直接干晕，手法上轻柔一点点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好了，第一层我们铺好之后。拿去照灯，像这种的话可以分层去叠加啊，也可以2个颜色同时操作。中间以防万一，大家可以试一下，有的胶可以混得很好，有的胶过渡出来边缘的纹路感会比较重，需要大家手法多多注意，好吧？来，我就浅照20秒啊，浅照20秒。好，来，第一层叠加好，颜色有点浅，那么我们接下来叠加第2层。第2层叠加比第1层颜色取胶要稍微少一点，不要那么重了啊，不然会把第1层一些浅色区给它盖住。深色区呢，还是点在第一遍我们涂深色区的位置上，因为这样才能把那个深色的加的
更重一些些。如果说你换一个位置，相当于涂了两层薄薄的颜色，作用就不是特别的大。第一层啊，第一层的边缘过渡开，可以拉直线，也可以拉这种弧线啊，偏弧线一点点，是不是？2层上去，颜色就加重了吧？是不是就加重了？这个我没有去叠加任何的一些饰品啊，当然了，中间叠加亮片呀，在一些这个款式上面再去做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好了，2层过渡好之后，我们拿去照灯，你看是不是看不出过多的这种刷痕来？然后尤其是边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情况下，想不想要边缘那么实？那么该过渡过渡，好不好？该过渡过渡。好了，来照灯。照完灯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就去取咱们的透白色甲油胶。这一瓶呢是专门去调的一颗专门做晕染的啊，因为有的透色它的上色度比较浅，像这个呢一遍上色会比较高，所以我会用这瓶胶给大家实操。还是20秒啊！你们平常该照灯1分钟1分钟，咱是教程，所以说我提速了，不要跟着说做顾客也做20秒，有可能中间都不干，导致缩胶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来，同样再取好这个颜色，取好这个颜色之后，比如说我想在左下角这个区域，我想要占主要的这个颜色位置，不要太靠边啊，往中间挪一点，往中间挪一点。好了，把这个胶轻轻的带胶给它铺开，把这个胶带开，上面这里可以适当加重一点点，色块是不是不规则的？对吧？色块是不规则的。好，接下来擦干净笔，底胶啊，热一下笔，防止有过多的颜色，用底胶洗一下笔上多余的色啊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同样的手法，轻柔的去把颜色的边缘过渡开，一定要轻轻柔柔的。你看这个样子，就算你不涂到边，颜色是不是也会向边上我们去带胶给它能带开？哎，你看这是通过拉直线给它带胶的方式，当然了，也可以拉成弧线。你看我的手法是不是偏弧度一点点？2层效果出来了吧？是不是有没有那种片状的雾雾的感觉？而且还有那种小色块也能呈现。这个位置你看我在刷的过程中有点颜色过渡不开了，那说明笔上色胶太多，那就该擦笔了啊。虽然是透色胶，该擦笔也得擦笔。这样呢，把边缘透色胶到边缘的地方，想要干净，可以笔要保证干净。另外，我们的这个过渡的时候，可以稍微力度重一点点啊，主要是过渡边缘的时候，可以把力度加重。就是这个边边的地方，最边边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加重力度，相当于把这个胶给它擦掉那种感觉，所以说它就出来的颜色呢就没有那么的重了啊。你看两层出来的效果是不是就跟刚才又不一样了？所以说在做这种的时候，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的，很多同学都能做得出来。但是像这个打好底色之后，我们中间叠加亮片、叠加云母片啊、云锦粉，还有这些各种金箔、云箔都是可以的，所以只是一个晕染的一个技巧。来，我们拿去照灯。如果说觉得颜色不够重，那同样继续叠加2到3层，然后你看这样再来去分析这个款式，看这个晕染的话，是不是就能很明显的看得出来？哦，它的底色用了这个嫩绿和这种墨绿色，对吧？做了晕染，做好晕染之后，上面又单独用了另外一种手法去把白色的晕染胶给它晕开的。但凡是看到这种边缘纹路比较清晰的，看到没有？肯定不是用的这种手法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这个照灯30秒了啊，甲面是不是高低不平？如果说我这个白色我想再加重一下，同样我们还可以叠加2层。大家不要觉得说，那你这样做太麻烦了，一层层叠加。美甲没有那么简单，想要达到某一种效果的话，就是需要我们重复操作，那简单2笔都做完的话，咱那个美甲的价值在哪里？对不对？所以说大家要把这个边缘，我们给它晕的自然一点点。如果说是第1层，我感觉哪里有点乱啊，咱有的地方确实它的刷痕还能看出来一点不够干净。第2层颜色除了再叠加深色，就是增加颜色的层次以外，我们还可以用来遮丑，比如说，你看第1层，看这里是不是有一点点那个颜色斑斑驳驳？那么我们可以再次去把这个颜色叠上去，再把这块位置以及底下的颜色加深一下，就跟咱做涂色一样，1层颜色的边缘看起来好像比较。就是不够实，边缘不够漂亮，对吧？那我们就可以叠加2层颜色啊。刚刚是粉色和白色同时去操作的边缘，大家刷的时候轻柔一点，轻刷都没有问题。来，我们拿去照灯，其实这种做法还是比较多的，有的时候很多款式都会用得到，打底使用。好了，这就是咱们说过的这种空气晕染、云雾晕染一些技巧，以及在操作中的小注意点。大家还是主要看干晕湿晕的那2种方法的话。
话，基本上这些胶你们随便去操作，自己慢慢就可以摸索出来。再结合今天的一个小课程，就能理解的差不多。然后做完这一层之后，如果甲面高低不平非常厉害，有一个这个小方法，大家不要忘记，就是先在甲面上涂一层加固胶，然后再封层，然后再封层。因为加固胶的硬度是要比封层的硬度要高的。如果直接封层找平可以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但如果想要保证颜色的持久度、颜色的感觉，那么我们可以去在封层前先去涂上一层啥呀？用毛毛啊，快点。涂上一层加固胶或者流平胶或者 mixing 都行啊，都行，就是透色胶用来做流平建构都可以的那些胶，除了光疗胶，光疗胶太粘稠。你看，当这么刷上去之后，是不是感觉又要雾化很多了？你们去看所有全网的教程去看，但凡是有这种通透感的，我给大家已经做好统计了啊。但凡是有这种通透感的，一个透色胶，另外一个边缘过渡自然，哎，照平。然后如果还有轻微那么一丢丢不平整，大家不要纠结在这一步上，封层也是可以用来留平的啊，也可以用来留平的。看现在是不是感觉就要漂亮很多了？来，稍等。照完灯，最后封层，那么咱们这个款式就结束了。这就是跟大家说的这种大家理解中的空气晕染以及云雾晕染的教程。加固胶要多照一会儿啊，我直接封层之后大家看，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拿起你们的甲片来进行实操啦。就照灯不到1分钟，所以说我在照灯不到1分钟的情况下，有加固胶的情况下，直接封层，可能封层摸起来它没有那么光滑，甚至有一点点，就偶尔有可能会有点黏，容易按手印儿。所以说我会把浮胶擦掉，擦掉之后防止上面的浮胶跟封层掺和起来，导致它的整个甲面不够光滑、不够亮啊。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小细节。就主要是偷懒的细节，做真人的话必然1分钟，好不好？封层有点脏了啊，有小颗粒。得嘞，看看，就是云雾晕染的实操，大家去操作一下。